俄乌从开战以来，双方的战报数据一直都对不上。比如说海马斯火箭炮，俄军一直坚称是干掉了40多套，还动不动就放出视频画面。但是乌克兰却说自己一共也就得到了20多套援助，那这20套的差额是怎么也说不清楚了。而最近呢，大兵发现了一点有趣的事情，大概率是能解释这个问题了。兄弟们，往下看啊。俗话说得好，兵不厌诈。自古以来呢，欺骗一直都是军事行动中必备的要素之一。对此呢，乌军显然是铭记于心的。为了削减俄军庞大的弹药库存，乌军对于假目标的应用真的是越来越熟练了。例如，在去年5月份，社交媒体上曾有照片显示，乌军正在沿着前线的一些地区部署身着军装的仿真人体模型，用来欺骗俄军。当俄军士兵从远处看到这些持枪的假人和其指向敌人的自制武器时，足以迷惑任何试图向前推进的俄军部队，进而浪费他们大量的时间和弹药。此外呢，大兵开头提到的俄军摧毁的海马斯的数目之所以高于美元的数目，原因就在于那些被击毁的海马斯中呢，很多都是乌军用木材制作的假目标。只不过由于太逼真了，俄军通过无人机的镜头很难与真正的海马斯相区分。随后呢，无人机将假目标的位置报告给后方的海军巡航导弹舰船。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10枚口径巡航导弹被引诱是打击了海马斯诱饵。这样稳赚不赔的买卖，也促使了乌军制造了更多的假海马斯目标，用于持续消耗俄军昂贵的远程导弹库存。而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的 Metinvest 集团现今已经成为了俄乌方最大的假目标制造公司。战争爆发之前呢，该公司是乌克兰最大的冶金集团。战争爆发后呢，该公司便转入了军用生产线，积极协助乌军方生产用于部署的诱饵设备。而现今随着战争的持续，该公司制造的假目标已经越来越先进复杂了，制造的假武器种类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逼真了。据报道，该公司的诱饵武器清单其中包括了防空雷达、迫击炮、乌克兰 D-20 榴弹炮、美国的 M777 榴弹炮等等。可以说啊，如果一款装备乌军开始并投入使用，那么 Metinvest 可能已经复制了它，或者正在乌境内某个工业基地进行复制。该公司高层曾这样说道：战争很烧钱，我们迫使俄军花钱使用无人机和导弹来摧毁我们的廉价模型。据称，该公司制造的 M777 假目标成本只有1000美元。与之相比，俄军想要摧毁这些目标，却需要发射几十数百发炮弹，甚至浪费制导炮弹、巡飞弹以及巡航导弹等等，简直是赚麻了。而除了该公司外呢，捷克的 Inflator 公司也一直在为乌军制造海马斯和 M270 充气诱饵目标。该公司曾经声称每月至少会生产35个诱饵。另外呢，除了 M777 和海马斯呢，近几个月乌军还部署了豹2主战坦克的诱饵，全重约44公斤。根据 Inflator 公司的说法，由于该诱饵采用了许多先进技术，就算是美制的 RQ-20 无人机从大约1500米的高度来侦测，也只会将其当作成一个真实的物体。最重要的是，豹2的充气诱饵部署方式非常简单，可以由150立方厘米的4冲程汽油或者柴油发动机充气，只需要2个人花费10分钟就能完成。届时，即便是在风速高达15米每秒的情况下，该诱饵依然会非常稳定。不过要大兵说，这些假目标其实还是高估了俄军无人机的真实性能。要知道，此前乌军缴获的一架俄制海鹰式无人机显示，它的主要侦察器材呢，只有一台老式的佳能相机，只能进行可见光侦察，根本不具备进行红外侦察或者雷达侦察的能力，无法分辨真假目标。或许也正是因为被骗了太多次了，俄军开始效仿乌军使用假目标。只不过根据公开报道来看，俄军几乎很少在前线地区使用，倒是在后方部署了一些假目标，可能也是为了消耗乌军的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比如说，据报道，在俄境内的多个空天军基地连续遭袭损失惨重后，网上的图片显示，俄空军选择为部分战机架设了钢丝网，试图借此保护战机，免遭乌军无人机的打击。但是呢，大兵看了一下这些图片啊，发现钢丝网下的战机都极为老旧，不太像是俄军现役战机，更像是已经报废的退役战机。
毕竟用钢丝网来保护坦克大炮还好说，这些陆军重武器皮糙肉厚啊，只要不是被无人机直接命中，并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战机就不一样了，即使是在顶部10多米的地方引爆，飞溅而出的高速破片也会对战机造成极大损伤。因此唯一的解释呢，就是俄军在拿这些报废战机当假目标，吸引乌军自杀式无人机，以此保护真正的目标。其实这种事情俄军早在去年就已经搞过了，但是结果却很尴尬。当时呢，俄军在撤离赫尔松时，曾用柳叶刀无人机摧毁了一套来不及撤离的 S-300防空系统雷达。但是很快转折来了，这套 S-300雷达原来是俄军自己布设的假目标，本意是用来吸引乌军打击的，结果却被自家部队给炸了，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很显然，俄军使用假目标的熟练度是远不及乌军，从下面这个事例呢，就能很明显的看出来这一点。在今年10月中旬，俄军突然对乌西部纵深地区多个目标发动了空袭，其中斯达科斯坦尼夫空军基地属于重点攻击目标。该基地位于赫梅利尼茨基州，属于乌军在西部最重要的军用机场之一。事后呢，俄军宣称这次空袭使用了大量的高精度武器，精准摧毁了2架部署在该基地的苏24战斗轰炸机。同时，俄军战机的攻击成果也得到了卫星照片的验证。但是这张照片的内容却让人迷惑不解，因为照片显示乌军竟然在该机场整整齐齐放了24架苏24，并且没有任何保护和隐蔽措施。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了。另外，从卫星照片中能看出，命中停机坪的巡航导弹实际上只有1发，正好位于2架苏24之间。通过这点能够确定，俄军对该基地的攻击规模并不大，甚至可能只出动了1亿2个架次的飞机。至于为什么乌军将苏24整整齐齐的排放，大兵认为这些苏24很可能不是真机，或者都是已经报废了，但是外形完好，借此吸引俄军打击，浪费俄军的远程导弹弹药。要知道，虽然说在战争爆发之前呢，乌空军拥有100多架苏24，但多数都是库存，只有20多架被编入了作战部队。后来经过1年多的战争呢，乌军也损失了不少苏24，期间通过库存战机的补充，才能保持一支小规模的苏24作战部队，但也只不过只有10几架而已，用于发射北约援助的风暴阴影等武器。剩下的很多苏24则是处于待拆解状态，根本是不能飞的。因此，每架还有战力的苏24对于乌空军来说都是不可替代的宝贵资产。而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乌军那整整齐齐排放的那些苏24，显然都是已经没有作战能力，充当假目标的报废战机，故意用来消耗俄军导弹的。显然，俄军再次上当了。另外呢，说到假目标，在现代战争中，它的运用也是越来越广泛了。自从2战结束以来，随着计算机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在现代战争中被各种作战平台应用，使得当今执行欺骗性战术战略与2战前和2战时期呢有了很大变化，假目标的种类也是越来越多了。就比如说以下几种运用。其一呢，充气式假目标。这类假目标呢是使用现代化的设计技术、现代化的先进生产工艺，并配以金属纤维和使用混纺的纺织品作为雷达高反射胶布的基部，模拟制作的一系列结构合理、外形逼真、模仿效果极好、有着可见光、红外、雷达等特征的，基本都是按照原型的1:1比例制作。不仅如此，这类充气式假目标呢，还有着良好的密封性和阻燃性能，再加上柔韧性和较低的重量，十分方便储藏、运输、架设和撤收，是现代军队中重要的武器装备中十分重要的假目标装备。其二呢，角反射器诱饵。1战、2战以来，各种假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海军作为世界各个军事强国的重要军事力量，自然也不会忽略假目标的运用。只不过，直到2战结束后呢，世界各国的海军舰艇开始装备性能先进的搜索雷达后，海军水面舰艇才有了真正的假目标，也就是角反射器。该类装备呢，主要是以舰载、机载搜索雷达为主要作战对象，进而实施假目标迷惑干扰任务，使其提供错误的目标指示，增加敌方反舰导弹的初始瞄准误差，并对敌方控制系统造成战术混淆。这是由于角反射器在厘米波、毫米波段呢都有着良好的雷达反射面积，可以有效地干扰反舰导弹的导引头，同时解决干扰资源不足的问题。
是对于无源对抗体系的完善。在实战使用时，角反射器一般采用舰载管式投放，投放后可以迅速充气后展开，还可以长时间漂浮于水面，形成有效的雷达反射目标。以一艘军舰与敌方一艘军舰对抗为例，如果在友方军舰周围布置2个角反射器假目标，且在一定的虚警概率的情况下，参考典型的舰载多功能雷达对舰艇的发现距离，一般呢是在50公里距离上，发现概率接近100%。如果布设了2个角反射器假目标，敌方舰载雷达搜索到我方舰艇的概率就会降低到52%左右。由此可见，当海军水面舰艇单独执行任务时，使用角反射器配合电子干扰，将能极大提升生存能力。其三呢，无人机假目标。经过近几十年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实践证明，诱饵无人机曾经在数次局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就比如说1973年的第4次中东战争，以军就通过鹧鸪无人机的使用，成功骗去了32枚萨姆导弹，这就让紧随其后的战机无比顺利地完成了对埃军阵地的打击任务。发展至今，那些作为诱饵之用的无人机基本都会采用一些措施，例如进行特殊的设计，并装上适当的电子设备，安装角反射器等无源装置，增大无人机的雷达反射面积，增大射频放大设备，增强雷达反射信号等等。毕竟执行诱骗任务的无人机需要考虑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想方设法让敌方发现自己，从而吸引敌方注意力，诱发敌方防空武器系统的雷达开机，然后己方侦察设备趁机完成侦察工作。而当作为突防工具时，诱饵无人机要做的就简单多了，也就是充当替死鬼。当无人机成功迷惑敌方雷达后，如果对方选择进攻，那么无人机就成功替代己方部队，消耗了敌方的防空火力，也就降低了己方部队的战斗损耗。总结来说呢，面对俄军的打击，乌军确实是反应迅速，部署假目标可谓是自战争爆发以来最成功的不对称战略之一。未来呢，随着越来越多援乌武器的到来，在战场上我们或许能看到乌军制作的 F-16假目标模型。对此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内留言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各位指正。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